如果人工智能真的会改变世界，为什么我反而更想提醒大家小心？不是因为人工智能没用，恰恰相反，正因为人工智能真的有用，市场才最容易把未来10年、20年的想象全部一次过放进今天的股价里。现在人工智能很热，美股估值很高，30年美债收益率重新破5%，伯克夏手上拿着接近4000亿美元级别的现金和短期美国国债。这些表面上是不同新闻，但其实都在问同一件事：市场是不是正在用泡沫价格买一个真革命？今天我想跟大家看清楚的，不是人工智能会不会成功，而是普通投资者最容易输在哪里。因为历史上最危险的泡沫，往往不是完全没有故事的泡沫，而是故事真的很好，价格却贵到没有容错空间。你好，我是 Chief Pepper 张志云。在这个频道里，我会分享我投资30多年的经验和心得，希望帮助大家避开股灾，找到10倍股，让财富滚雪球。很多人一听到泡沫，就以为我是在说人工智能是假，不是这样。科网泡沫爆破之后，互联网没有消失，相反，互联网后来真的改变了世界。电商、搜寻、社交平台、云端服务，全部都是真的。但当年很多人在最高位买入，依然输得很惨。问题不是科技方向错，问题是价格错。今天人工智能也有同一个风险，人工智能可以把翻译、文案、客服、资料整理、基础程式这些工作的人力成本下降。以前一份初稿要人手花几个小时，现在几分钟就有第一版。公司看到这件事，当然会觉得效率提高了。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会，人力成本下降不代表整个经济一起变便宜。公司省下来的人力成本不一定变成消费者的折扣，它可能变成工具订阅费、云端费、数据中心成本、电力成本，最后再变成科技巨头和基础设施公司的收入。所以人工智能不是把成本消失，而是把成本换了一个地方出现。你卖出去的是自己的时间和技能，价格可能被压低，但你买入的是云端工具、电力、房租、利息，甚至是股票资产，这些未必会变便宜。这就是很多人感觉矛盾的原因。新闻说人工智能会提高效率，但自己感受到的可能是工作要求更高，生活成本更高，投资市场更贵。这就是第一个关键，人工智能不是平均派遣，而是重新分配定价权。我们可以把整件事想象成一条水管，以前公司买的是人的时间、文案、翻译、客服、程式，钱很直接的流向员工或者外判。人工智能出现之后，这条水管改道了，某些技能被压价，但是钱没有凭空消失，而是流向模型、平台和背后的基建。你以为自己只是打一个提示词，几秒钟就有答案，平台那边看到的是另一张账单，每一次查询都占用算力，算力背后有伺服器、晶片、折旧、数据中心的电力和冷却，使用量越大，这张账单越厚，最后就反映在云端费、订阅费或者科技公司的资本开支上，例如英伟达、博通、台积电、微软等等，还有他们背后的电力公司和数据中心。所以人工智能真正改变的不只是效率，而是定价权。打工人和普通服务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可能被削弱，掌握模型、云端、晶片和能源供应的一方反而变成新的收费口。这就是为什么人工智能故事走到后面一定会连到美债、利率和估值。因为当人工智能公司不断投资基建，美国政府同一时间又大量发债，两边其实都要向资本市场拿资金，钱不是无限的。当资金同时被政府和科技基建吸走，资金成本就会变成整个故事的瓶颈。所以我们不要只问人工智能有没有用，这个问题太简单。真正要问的是，谁因为人工智能收钱，谁在为人工智能埋单，市场今天给这些公司多少估值，这个估值还有没有安全边际。很多投资者看人工智能只看收入涨不涨，只看股价涨不涨，但是真正成熟的投资者一定会看利率。2026年5月，30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5厘，
1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突破 4.5%， 这个数字为什么重要？因为人工智能股票很多时候卖的是很远很远的未来盈利。你今天买入不是只买今年盈利，而是买市场想象中未来10年、15年、20年的增长，但是利率越高，未来盈利折算回今天的价值就越低。这就像你本来以为10年后可以收到一大笔钱，但如果今天无风险收益率已经有5厘，你就不会愿意用以前那么高的价格去买那笔未来收入。所以30年美债破5厘不只是债券市场的新闻，它是在问所有高估值股票一个问题：你的未来故事够不够抵消今天更高的资金成本？如果一家公司真的有很深护城河、很强现金流、很高定价权，它可以承受比较高的估值。但如果一家公司只是贴了人工智能标签，没有收入、没有现金流，也没有利润，那高利率环境就会很快造出问题。而美债问题是很严重，但我不会把美债问题讲成明天世界末日，这样很容易吸引眼球，但对投资判断没有帮助。真正要看的是美国政府越来越依赖市场帮他再融资，大量美债到期后需要靠新债接续旧债，以前利率很低，市场愿意用很低收益率借钱给美国政府，但现在通胀没有完全回到舒服位置，财政赤字又大，投资者自然会要求更高回报。更重要的是，以前美债有很多稳定买家，包括外国央行和官方机构，但现在市场越来越依赖私人资金，私人资金不是做慈善，他一定会计回报和风险。当他觉得通胀、赤字、美元、信用都有压力，就会要求更高收益率。收益率一涨，美国政府利息成本变重，财政压力越大，市场又可能要求更多补偿。这是一个循环。把这件事和人工智能放在一起看，你就会明白今天市场的微妙位置。人工智能基建在吸资，美国政府发债也在吸资，市场一边追人工智能故事，一边消化庞大美债供应。当资金成本不再便宜，最怕的就是估值已经很贵的资产。那现在市场到底有多贵？我给大家看几个长期估值指标。第一个是席勒市盈率，它用10年平均盈利去平滑经济周期。1929年9月，美国股市大跌前 CAP 大约是 32.56 倍，最新2026年6月数据大约是41倍，也就是说这个指标已经高于1929年大萧条前的高位。当然它还没有去到2000年科网泡沫最高位，当时接近44倍，但也是历史第2高了。第二个是巴菲特指标，也就是美国股票市值和美国经济规模的比例，2025年第4季已经大约 233%， 这是非常高的水平。意思很简单，股票市场的价格已经远远跑在实体经济规模前面。这些指标不是明天涨跌的闹钟，估值高不代表明天一定跌，问题是估值高代表未来回报空间变少，容错率变低。如果你用合理价格买好公司，就算短期波动，你还有时间和安全边际。但如果你用完美价格买一个完美故事，任何一点不完美都可以令股价重估，这就是泡沫最可怕的地方。泡沫不是叫你否定所有机会，泡沫是提醒你，当所有人都觉得未来一定很美好，价格往往已经不再给你犯错空间。这时候再看波克夏手上的现金就很有意思。波克夏2026年第1季报告显示，保险及其他业务里现金及等价物约 514.78 亿美元，短期美国国债约 3392.61 亿美元，加起来接近4000亿美元级别。很多人看到这个数字会走去2个极端，一边说巴菲特不懂人工智能，错过时代，另一边说波克夏拿这么多现金，股灾一定明天来。我觉得2个讲法都太简单。波克夏拿现金不等于他不相信好公司，也不等于他知道明天会跌，它真正代表的是估值纪律。当市场没有足够安全边际，他宁愿等。等不是什么都不做，等本身就是投资决策，这一点对普通投资者很重要。因为散户最容易犯的错
是看到一个好故事就觉得自己不能错过。脑里很容易出现一句话：人工智能会改变世界，我不能错过。股价一直涨，我更怕自己落后。新闻每天都在讲，现在不买好像就输了。但投资不是这样看，投资要问的是，这个故事已经反映了多少在价格里，我今天买入还有没有安全边际？如果未来增长少一点，利率高一点，资本开支重一点，公司还能不能交出市场期待的成绩？这才是巴菲特和波克夏给普通投资者最大的提醒，不是叫你永远拿现金，也不是叫你永远等，是提醒你，当市场非常兴奋，你反而要更冷静地看价格。所以我想大家分清楚一件事，泡沫不代表没有好公司，人工智能里面一定会出现大赢家。有些公司真的掌握基建入口，有些公司真的有定价权，有些公司真的可以把人工智能变成收入和现金流。但一个行业有大赢家，不代表每家公司都值得买，更不代表任何价格都值得买。科网泡沫就是最好的例子。互联网是真的，亚马逊是真的，但是当年很多公司同样讲互联网，最后没有活下来。就算是活下来的好公司，如果你在太贵的位置买，也可能要等很多年才回本。今天人工智能的问题也一样，有些公司是收费站，客户每多用一次人工智能，它背后的云端和设备需求就增加，这类公司可能真的受惠，但因为故事太清楚，也最容易被市场先炒贵。有些公司是大量投资者，他们投入模型、数据中心和晶片，重点不是花了多少钱，而是这些钱能不能变成收入、利润和护城河。如果花出去的钱最后只变成军备竞赛，股东未必受惠。还有一些公司只是在门口贴一张人工智能招牌，新闻很多，概念很多，但财报看不到订单，看不到毛利改善，看不到现金流，也看不到客户愿意付更多钱。这类公司最危险，因为它卖的不是企业价值，而是市场情绪。现在最危险的思维不是看淡人工智能，真正危险的是把人工智能会改变世界直接翻译成任何人工智能股票现在买都合理，这中间差很远。所以一个成熟投资者不会只问故事有多大，如果一家公司收入涨，但成本涨得更快，最后利润没有出来，那不是好生意。这就像一家餐厅，客人很多，但食材、人工、租金全部变贵，老板每天很忙，最后未必赚更多。如果一家公司自由现金流很弱，却要不断投资人工智能基建，那投资者就要问，这是护城河还是无止境的资本开支？如果一家公司估值已经反映了未来10年的完美增长，那你买入的就不是单纯一家公司，而是一个不能犯错的剧本。投资最怕的不是错过一点涨幅，投资最怕的是在最热闹的时候用最贵的价格买入最没有容错空间的故事。讲到这里，有些朋友可能会问，既然美股这么贵，是不是就应该全部转去港股或中概股？也不是这么简单。港股和中概股里面的确有些公司估值比美股便宜很多，也可能有估值修复机会，但便宜本身不是答案，跌得多不等于便宜，市盈率低也不等于安全。你还是要看生意质数、现金流、负债、管理层、政策周期和股东回报。如果一家公司生意差、负债高、现金流弱，管理层又不重视小股东，那它不是黄金坑，可能只是万人坑。真正值得研究的是有好生意、有现金流、有定价权，又被市场情绪错杀的公司。如果再遇上政策周期或行业周期改善，才可能是机会。所以这一集真正想做的不是给你一个简单方向，而是帮你分清3件事：美股要不要减风险，港股值不值得研究，人工智能价格有没有透支未来。我想你建立的是一个判断框架，真革命也可以有假价格，好故事也需要安全边际。市场越兴奋，你越要冷静看现金流和估值。如果你觉得今天听完之后，市场好像变得更复杂，其实不是坏事，因为真正的投资本来就不是看一条新闻，然后立刻做一个动作。面对这些讯号，成熟投资者的第一反应不应该是追买或恐慌，而是停一停，问清楚这个讯号改变了什么，
它改变了哪家公司的收入，改变了哪家公司的成本，改变了资本市场给它的估值，改变了我的安全边际。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建议大家先学好选股5部曲。这套方法不是个股答案，它的价值是让你少一点盲目跟单，少一点把希望当保证，多一点看企业、看估值、看安全边际的判断能力。下一次你再看到一个热门故事，不管是人工智能、美债危机、美元危机，还是港股低估值，你不会只问股价涨了多少，你会先问这家公司靠什么赚钱，它有没有定价权，现金流能不能支持估值，市场现在给它的价格已经预支了多少未来。安全边际不是悲观，安全边际是让你在看错一点、等久一点，遇到波动的时候还是有机会留在市场里。如果你觉得这正是你现在卡住的地方，可以到资讯栏了解选股5部曲。先把选股、估值、安全边际这套基本功打好，未来不管市场再出现什么新故事，你都不需要只靠情绪反应，你会开始分得清故事和价值，也看得懂价格背后藏着什么风险。今天我想你记住一句话，人工智能是真革命，但是真革命不等于任何价格都合理。人工智能会改变很多行业，也会创造很多赢家，但市场如果把所有好消息都提前放进股价，投资者反而要更加小心。因为你买的不是科技本身，而是一家公司未来能不能赚钱，以及你今天付出的价格。30年美债收益率破5厘，提醒我们资金成本不再便宜，席勒市盈率高过1929年，提醒我们市场估值已经很高，巴菲特指标历史高位，提醒我们股票价格已经跑在经济规模前面。伯克夏手持大量现金和短期美国国债，提醒我们真正有纪律的人不会因为怕错过而乱买。所以人工智能泡沫不是一句口号，它真正要提醒你的是，不要用泡沫价格买下一个真故事。如果你看懂这件事，你就不会被市场情绪牵着走。别人只问哪只人工智能股票会涨，你会问哪家公司真的有定价权。别人只看新闻热度，你会看现金流。别人怕错过，你会等安全边际。投资不是比谁最兴奋，投资是比谁在最热闹的时候仍然看得清价格。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记得按赞、分享、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因为我会把复杂的经济和投资理论简单化的讲给你听，让你更容易的吸收。我们下期再见。